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谢木君，今天来给大家带来番外篇。路飞只身一人乘坐小舟出海冒险，突然听见一声枪响，他紧张地四下观看。这时，从天而降一只被枪击中的长翅膀的熊猫，歪歪扭扭地飞下来，一头扎进路飞的小舟里，把路飞的小舟戳了个大洞。路飞低头一看，人都傻了，小舟的破洞正在呼呼地往外喷水。路飞抓过熊猫鸟，将它堵进洞口，勉强控制住了小舟下沉。熊猫鸟在挣扎的过程中，路飞看到了它身上的枪伤，这才恍然大悟，刚刚的枪声就是击中他的声音吧。海雾之中，一艘巨大无比的海贼船冲了出来，差一点撞翻了路飞的小舟。船上有一个蓝头发的女人，一边呼唤巴伦，一边挣扎。她的身边有2个海贼，将女人死死摁住，用枪顶在她的头上。熊猫鸟一边大叫一边扑腾，看样子女人就是在叫他。这时，从船上放下了一条救生梯，一个瘦瘦的男子对路飞说：“戴草帽的年轻人，请帮忙把那只鸟搬上来。”路飞想也没想就答应了。熊猫鸟被关进了笼子，蓝色头发的女孩子对路飞又吵又嚷：“都怪你这个憨批！巴伦被抓起来了，你还真是多管闲事。”上了船，路飞才知道这是一艘海贼船。船长的名字叫做六角修比尔，是一个残忍的妖术师，曾袭击了蓝头发女孩子的村庄。尽管村民们奋起反抗，但还是无法对抗修比尔，连近身都不能。路飞一脸懵逼，突然有船员大叫一声，所有的人列成2队。船长修比尔走了出来，他看上去很平易近人，换来路飞。为了报答，路飞帮助他抓住了熊猫鸟。他问路飞想要什么报酬。路飞思考半天，突然指着修比尔的脑袋大笑道：“你的头发真奇怪！”船员们都傻了。蓝发妹妹大骂：“你怕是个傻子吧？没听见我说的吗？他是个残忍的妖术师，残忍是关键词。”路飞还是忍不住捧腹大笑。不管这小子残忍不残忍，反正我看他的头发倒是挺残忍的。修比尔气得发抖，大吼一声：“把这个小子给我关进大牢！”于是路飞和蓝发妹妹一起被关进了牢里。蓝发妹妹一脸愁容，路飞却透过牢房的窗子看向外面。此时的路飞深深被蔚蓝的海景所惊艳到了。果然，大船就是过瘾，看风景的感觉都不一样。蓝发妹妹坐在角落里愤恨地说：“真想杀了你！”路飞立即说道：“别！”两人有一句没一句地聊了起来。女孩告诉路飞，那只鸟名叫巴伦，是一种叫做卢克的怪鸟，自己从懂事的时候就和巴伦在一起了，建立了深厚的友谊。巴伦是蓝发妹妹最信赖的朋友。路飞问道：“那你怎么也被抓来了？”蓝发妹妹骄傲地说：“因为我可爱呀。”聊完了蓝发妹妹，又开始聊路飞。细心的小伙伴们已经注意到，这里的路飞脸上并没有伤痕，因为这是完全脱离海贼王宇宙的另一个平行宇宙。在这个平行宇宙的故事里，路飞的爷爷卡普也是一名海贼，属于痞斯美海贼。所谓的痞斯美海贼，就是有着梦想的一类海贼。而像修比尔这种只懂得掠夺和杀戮的海贼，叫做摩加尼亚。路飞的爷爷是痞斯美，路飞也想要成为痞斯美海贼。小时候，路飞看到爷爷戴着草帽扬帆出海的样子，就羡慕不已。爷爷曾告诉路飞，做海贼是很有趣的事情，是男人就出海吧。路飞伸了伸舌头，我才不要当海贼呢。有一次，卡普率领的海贼团满载而归，大家平分了财宝后，卡普想要将找到的橡胶果实据为己有，船员们不同意，卡普就用自己的那一份财宝作为交换。这次找到的财宝自己1分都不要，我只要这个恶魔果实就可以了。卡普拿到恶魔果实后，展示给路飞欣赏，向路飞炫耀道：“这可是梦幻果实，橡胶果实，在敌船偶然得到的，据说可以卖到50亿贝利。”路飞可听不进去卡普的长篇大论，对着橡胶果实就是一口。卡普懵了，抓着路飞喊道：“这可是恶魔果实，吃了就变成旱鸭子了。”路飞一愣，随即说道：“反正我也不想当海贼。”卡普松了一口气，原来你不介意啊，那就没关系了。很多人一辈子和水扯不上关系，照样过得很开心。这时，路飞抓住卡普的衣服，声泪俱下地说道：“我说谎了，爷爷，我想要去做海贼，我不想一辈子做旱鸭子。”卡普蹲下来，抱着路飞，露出慈祥的笑容：“哦，原来你想做海贼呀！”随即，
卡普一招爱的重拳将路飞一拳头打飞。你个250，你想做海贼还吃恶魔果实？再说大海可不是荷塘，是个怪物。路飞爬起身，跳起来一脚将卡普踢翻，爷孙俩大吵起来。这就是路飞的无聊回忆。他头顶的草帽也是爷爷卡普送给他的，是他最宝贵的东西。两人聊天结束，路飞按耐不住想要冒险的激动，伸出手臂拿了挂在牢房外面的钥匙，打开牢房大门，溜溜达达地走了出去。蓝发妹妹祈求路飞帮助她救出熊猫鸟，路飞很无情地说道：“好嘞，还是算了。”蓝发妹妹很无奈，只好靠自己去找巴伦。正好赶上所有人都在午睡，蓝发妹妹用一根钢丝轻轻撬动锁头。观望台上，修比尔用自己的法术将一把剑丢下来，惊醒了船员，也惊吓到了蓝发妹妹。修比尔对蓝发妹妹说：“你和我的属下1对1，只要赢了，我就放了熊猫鸟。”蓝发妹妹将信将疑，拿起剑和修比尔的船员打了起来。不得不说，蓝发妹妹身手还是不错的，和壮汉打得有来有往，一招滑铲直接给壮汉撂倒，将剑指在壮汉的脖子上。但海贼修比尔可不打算兑现承诺，他趁着蓝发妹妹不注意，一枪将她放倒。好不容易才抓来的熊猫鸟，怎么能说放就放？白痴！此时，路飞正在船舱四处闲逛，偷了一大堆食物后，又偷了一艘小船，准备出航的时候，看到了这一幕。路飞经过修比尔的时候，再次嘲讽了他的发型，然后蹲下来查看蓝发妹妹的伤势。蓝发妹妹毛事没有，躺在地上装死，被路飞这么一搅和，露了馅。修比尔掏出另一把手枪，一枪打中路飞，结果路飞直接将子弹弹了回去，这惊呆了众人。修比尔又变出一把大锤子，直接将路飞锤扁。路飞微微一笑：“你有武装色霸气吗？没有就靠边站。”他用自己的橡胶身体弹飞了锤子，毫发无伤地站了起身。修比尔傻了眼，赶紧命令手下收割路飞。路飞几拳头就将这些小喽啰丢进了海里。卑鄙的修比尔一见事情不妙，直接抓着熊猫鸟飞走，顺便用自己的能力毁了海贼船，连自己的船员都不救。看着大家伙沉入海中，路飞因为吃了恶魔果实变成了旱鸭子，所以不会游泳。还好蓝发妹妹及时跳入海中，将路飞捞了起来。蓝发妹妹哭哭唧唧地向路飞诉说自己和熊猫鸟的友情。路飞笑着站起身：“不就是救回那只鸟吗？简单。”路飞抓住桅杆，一顿旋转跳跃后飞向空中。此时修比尔还没有跑远，路飞直接骑在熊猫鸟的身上，解开了熊猫鸟的绳子后，又跳到了修比尔的飞天扫帚上面。修比尔吓得都要哭了，路飞一拳头正中修比尔的脸，将他秒杀。打飞了修比尔，路飞从空中坠落，马上要掉进海里的时候，熊猫鸟飞回来，叼着路飞的脑袋将他救走。爷爷卡普曾告诉路飞，所有的大宝物不是什么金银财宝，不是大钻石，也不是珊瑚这种用来显摆的东西，是什么东西呢？只有你自己出海了才知道。大海很棒的，路飞。我是剑锋君，咱们下期见。话说这则番外很有意思啊。